在加州的一个普通实验室里，一场不平凡的食品革命也许正在发生。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坐在餐桌前的你，所要享用的并不是一块来自农场的普通的烤肉，而是来自 Just 公司的最新创举，一种全新的直接在实验室中培养而成的肉类，满满的科技和狠活。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2023年6月，Just 和另一家加州的小公司 Upside Foods 已获得美国农业部的最终批准，可以销售这些在实验室中培养出来的肉类，使得美国成为继新加坡之后，全球第2个允许销售培育肉的国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已经确定这些肉类是安全的。这2家小公司是首批完成美国培育肉安全认证的公司，同时还有一大批类似的竞争者都紧随其后等待认证，大约共有160多家公司都在拼命地想要挤入和瓜分培育肉这个市场。不过这条路并不好走，在美国，普通的食客只能在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的2家门店里品尝培育肉，而要去这2家公司里面，就必须是持有新闻证件的记者才能够有幸尝到更多处于研发的产品。就在几年前，这个行业还挺被资本市场看好。2021年，麦肯锡曾估计在10年内，这个市场能成长到250亿美元。可是面对持续居高不下的成本和扩大生产的难题，这些希望正逐渐变得渺茫。现在，大多数公司更倾向于做混合肉，就是把培育的动物蛋白和大豆或小麦这类植物蛋白混在一起进行销售。说到培育肉，理论上听起来真的挺诱人的。联合国算了一笔账，现在肉和奶制品的生产已经占温室气体排放的 12%。非洲和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刚刚越过贫困线的他们对肉的需求与日俱增。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肉可能就是解决方案，既能满足大家对吃肉的渴望，又不会让地球的碳排放超标。反观富裕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少吃肉，倒不是由于健康的因素，而是出于环保或者道德的考量。对有些人来说，吃实验室里长出来的肉可能比吃真正的动物在心理上有更少的负罪感。而且那些基于植物的肉类替代品最近也挺火，给投资者们带来了不少希望。就拿 Beyond Meat 来说，2019年上市，市值一度冲到140亿美元。瞅着培养槽里长出来的肉，有的热心人士已经开始幻想各种可能性了，不仅仅是鸡肉。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一家初创公司 Allfood 还搞出了个猛犸肉丸，好家伙，这是把冻住的远古猛犸像遗骸里的古 DNA 和现代大象的 DNA 混一块去进行培养而生成的。以色列的 Wanda Fish Technologies 正在研究怎么培育蓝鳍金枪鱼。还有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马克波斯特2013年搞了个价值30万美元的实验室汉堡，现在正琢磨着怎么在培养槽里造皮革呢。不管靠谱的还是不靠谱的，总的来说，培育肉有2种做法，不论是哪种，都是先从家畜或家禽身上取点细胞。一种方法是把细胞放进一个不锈钢罐子里，这玩意儿叫做生物反应器，里头装的是富含营养的液体，大多是牛胚胎提炼的。细胞在里头繁殖，大概1个月后就能收获一种肉质的浆料，可以做成肉末制品，比如鸡块。另一种方法是把细胞放到一个支架上，这样它们就会长成特定的形状，比如做成更有纤维的肉，像牛排那样。那你知道它们是如何制作香肠吗？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像 Just 和 Upside Foods 这类公司，他们从鸡胚胎细胞下手。这种细胞的好处是，它们可以在悬浮液里不停地长，但要让它们往想要的方向生长，比如变成肌肉细胞，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或者往营养液里加入叫做生长因子的蛋白质。而像 Sci-Fi Foods 这样的公司，他们用的是成年牛的肌肉细胞，这种细胞长到几十代就停了。但好处是，它们不像胚胎细胞那样需要那么多生长因子，而且口味上来说更像牛肉。营养液的配方也不尽相同，不过大都包含了氨基酸、维生素和葡萄糖这些基础成分。这个配方的精准度会影响到肉的最终味道。
这些公司都面临2个大问题。第一个是需求问题，虽然培育肉离超市货架还远着呢，但它的植物蛋白替代肉最近走得不太顺。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替代肉类销售在2021年达到了 4.83 亿美元的高峰，但到了今年11月的12个月里，比2021年掉了 30%， 只剩 3.38 亿美元。欧洲的销售虽然还在增长，但速度比以前慢了。随着势头的减弱，投资者对那些植物基明星产品的看法也在变。Beyond Meat 的市值已经跌到只剩6亿多美元。第二个问题是成本，这个可能更难解决。全球食品创新研究所 GFI 算出来，植物基肉类的成本大约是传统农场肉类的2倍，而培育肉的成本就更高了。部分原因是这行业刚刚兴起，技术和设备都非常昂贵，不过最近在成本控制方面倒是有些进步。以前大多数公司都用超纯药品级的成分做生长液。 GFI 的分析师说，如果换成农业级成分，成本能降低高达 90%。 但即便如此，培育肉的成本还是比农场肉贵出5倍左右。这些公司都明白，降低成本是他们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道路。比如 Upside Foods 的首席运营官陈爱米说，他们公司找到了一种不需要额外生长因子的细胞，这大大降低了成本。还有以色列的 Believer Meat 的老板 Gustavo Berger 声称已经把生长液的成本降到每升不到1美元，比大多数公司便宜多了。他的秘诀就是回收生长液并再次利用。 Berger 先生还说，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和供应商达成协议，供应混合好的营养素溶液。肉类生产商们还希望通过新形成的供应链进一步削减成本。其中一些涉及现有的大公司，比如农业巨头 ADM， 他们已经开始供应生长溶液的原料了。还有专门制造设备的新玩家也进场了。英国的 Motus Biotechnology 就在卖溶液成分，中国的 New Day Farms 则生产在生长过程中帮助塑造细胞的支架。不过，关于培育肉到底有多环保，也有人提出疑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培育肉可能比传统肉类对于环境的污染更加严重。行业支持者反驳说，这研究关于使用的生长溶液类型的假设不准确，特别是他们说研究假设用的是资源密集型的药品级成分，而行业其实正在远离这种做法。即便如此，就连培育肉的拥护者也承认，这项技术会消耗大量能源。苏 Delft 咨询公司和 GFI 的研究人员今年1月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每生产1公斤培育肉类所需能量比农场肉还多。主要原因是生物反应器控制温度需要大量电力，因此除非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否则培育肉并没有什么环保优势。至于所有这些努力是否能让实验室里培育的肉足够吸引人，足够便宜来吸引消费者，这还得拭目以待。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已经决定采取一种混合策略，就是把相对便宜的植物蛋白和他们培育的动物细胞混合起来。比如加州的 Mission Barns， 他们只在基于植物的蛋白里加入少量动物脂肪细胞，来改善香肠的味道。而对于像 Eat Just 这样的公司，培育肉的比例会更高。也许培育肉并不能像唐僧肉那样让你长生不老，但它确实能够降低碳排放量，让人类存在在这个地球上的时间更久。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